在郴州高一岭的时候，接到了广西的一个邀请，担任一次活动的海豚观察员。我将同当地的一些旅行达人一起深入中华白海豚的故乡三娘湾，去探索钦州白海豚的秘密。我们一行从南宁直接走高速来到了钦州的三娘湾。来三娘湾之前，我还特意去做了一次核酸检测，以保证行程的安全。这是我们入住的三娘湾的白海豚度假酒店。酒店环境不错，就在三娘湾的核心海滩区域。正值傍晚，准备去海边走一走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们前往钦州
中华白海豚科普馆。这个科普馆就在三宁湾，准备在这里学习一下有关白海豚的知识。碰巧这里上午有一场青州海豚城市文创产品的上线启动仪式，还送了我们每个人一件海豚 T 恤。北部湾蕴含丰富的生物资源，是中华白海豚最后的栖息地，而青州因为有白海豚的存在，会变得更有活力。这是开幕式揭幕仪式。接着我们开始参观，听讲解员讲解青州白海豚的一些故事。海平面上升，很多被困在海里面的白海豚就得以离开，随着温热的洋流来到了我们的北部湾，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。白海豚身上的颜色从小到大是一直变换不停的。小的时候，白海豚是灰色的，然后由灰变白，而且有一些斑点。成年海豚很多时候看上去是粉色的，那些纯白的海豚基本就是老年个体了。为什么成年海豚看上去是粉色的呢？讲解员是这样说的：白海豚呈现粉红色的呢，因为成年的白海豚运动量比较大，而运动量大就导致了它的毛细血管扩张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呈现粉色的了。而当地的居民说，看到粉色的白海豚就是桃花运来临的象征。那么海豚呢，首先它不是鱼，它是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，它有一段漫长的不可再现的或者叫不可重现的演化历史。那现在我们知道海豚是哺乳动物，那么为了更好的了解海豚，那么你们知道哺乳动物有几个特点？最大的特点，胎生哺乳，用肺呼吸，有毛发，这是它的特点。那很奇怪的是，你们看见过海豚的毛发吗？应该没有，大部分人都看不见。能发现这张照片里有多少只海豚吗？这是赵老师在给我们分享白海豚的故事。应该有6只，应该有6只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好在哪儿呢？好在它不同颜色，所有的颜色都在这一张照片上体现出来了。你看有灰花的，有灰的，有深灰的，接近黑色，有白花的，有白色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年龄结构的显现。现在我们目测来看，它大概2岁到3岁之间，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，肉翻开，血一直流，然后背鳍被切掉了一半。说实话，这对青州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你们知道，在浅水填海施工和在深水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那时候青州还是相对落后的一个地区，正在要发展的时候，没有钱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所以那个时候下这么一个决定，对青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渔民，但是特别厉害，他们在能见度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5公里以外的海豚。赵老师的讲解栩栩如生，特别是他提到了青州的一个3吨港口，还有一个海上公路。这条海上公路将青州分为2边，一边可以发展经济，发展港口工业，另一边可以保护白海豚，发展旅游业。这条3吨港口的海上公路目前是个网红公路。参观完海上公路，回程我们又去了一个西丽湾。像这种朴素美丽的海湾，在三宁湾一带还有好几个。周边有不少人都利用假期过来放松休息一下，吃吃海鲜。据说三宁湾这边吃海鲜最好的季节是10月，还有个生蚝节。这边的海滩娱乐项目丰富，沙滩其实还可以，
很多人游泳。明天就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了，我们要出海去看白海豚。